这里莎莎，这一期我包你听懂，你要是听不懂的话，那我就给您再解释解释。那开始前我们先喝点水啊，客官们喝点水。这一期有点太干了，稿子加上原文差不多要2万字。对我来说，在镜头前坐那么久，有点太坐牢了，所以我就不露脸了。感谢大家。网络上对于人格类型理论，也就是 MBTI 的核心理论，最开始源自卡尔荣格的心理类型的那个对这个感兴趣的伙伴非常的多，有的可能从 16P 的四色小人认识的 MBTI， 有的可能从别的渠道，比如各种小广告，我每天都能刷到好多。不过想必看这个视频的基本也都了解了16人格字母背后的8个认知过程，对吧？你一定了解了，有主导啊、辅助啊什么的。如果还不太清楚呢，也不影响您观看的。想了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那总有人问啊，说一直苦于找不到好的资源去理解8种认知过程 （cognitive process），也叫做认知功能 （cognitive function），功能态度 （function attitude），心理过程 （mental process）。到底它有多少名字？叫法很多。然后网上呢又众说纷纭嘛，就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解释。我做 MBTI 科普也到现在也要2年了，我想我干脆就整一个靠谱一点的终极版啊，就是特别尊重专业书籍里原文的那种。所以这期视频我会整理我学习过的当代类型学家写的相对比较易于理解的对8个认知过程的专业解释，我们进行逐句的解析，把难懂的部分都给讲清楚。对于想要探索自己人格类型的小伙伴，我有一句真心话要送给你：不要根据你能不能做到后面我们要聊的描述中的那些事情来判定，因为每个人都有全部的认知过程的。如果我们有意识的去努力，大部分认知过程都可以让你产生一种我好像能做到这样的感觉。重要的是怎么判定是他们是不是犹如你用惯用手写字那样自然。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正式开始吧。接下去就是我们亲爱的内倾思维，对于 TP 和 FJ 人格来说都格外重要的认知过程，简称 TI。TI 是 INTP、ISTP 主要的认知过程，是 ENTP、ESTP 辅助的认知过程，是 INFJ、ISFJ 第3的认知过程，是 ENFJ、ESFJ 劣势的认知过程。MBTI 官网是这样描述 TI 的：寻找思想上的内在一致性和逻辑性，信任内部框架，这可能很难向人解释。经历深度的集中专注，这种集中专注是客观的、分析性的。关键词：分析、检查结构。外部一致性和内部一致性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给大家一个参考，内部一致性一般指的是一个论据的结论是否符合它的预设，而外部一致性一般指的是一个论据的结论是否符合所有相关的外部事实。我们常说 TI 有主观性，主要指的就是它的预设是相对个人化的。而后面提到的说 TI 难以向他人解释，这个我们也借此可以更好的理解，因为 TI 的框架它是内部的精密的，框架的建构本身其实就是目的是为了让他对自己说得通，让自己能够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难以解释也并不等同于 TI 就无法解释。很有意思，这里提到 TI 的集中专注的过程是客观的分析性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说 TI 是主观的那到底这种客观主观之间的差别怎么回事呢？我们很需要看到主语是谁当内倾思维整个被当成一个主语的时候，主观性描述的就是它的目的是主观的，它是主体导向的它是为主观的个人而服务的。但是 TI 的这种集中专注的过程是客观的，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尽力避免个人的情感或偏见带来的影响。在人格类型的理论中，我们描述认知过程本身时用的客观主观，一般都可以理解为客体导向和主体导向。我们后面也会看到类似的描述都可以套用这个解释，我就不特地再重复了。
那我想可能有人会奇怪，什么叫做服务于主观的个人，但是这个过程客观呢？你可以想象一个机器人，它只听你的话，它是为了服务你，但是这个机器人本身，它是只会做一个客观的决策，这就是一种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共存。Leona 和 Mark 是这样描述 TI 的：聚焦于内在的逻辑分析，希望根据内在的原则和真理框架来做出决策，创建一个精确且经过提炼的类似网格的分类系统，以便信息进行分类，以做出决策。构建一个主观的内在框架来构建和指导其分析，专注于任务的完成方式，追求内在的精确性，被驱动去理解系统的逻辑关系。如果 A， 则 B。内在的逻辑分析被反复的提到在各种对 TI 的描述中，就是说 TI 它是基于自己所关注的事实进行逻辑分析，会对客观的事实是做一个筛选的，这种筛选它并不是去歪曲事实。举个例子，这个篮球队赢得了冠军，这个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我们讨论的是最强的篮球队，所以我们要看潜力，要看人员健全的情况下，能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它是对事实来做一些筛选，有一些事实对于 TI 的框架来说更重要，有一些不那么重要，这取决于 TI 正在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理解框架。而 TI 和 TE 其实都会包含建立系统的，只是说 TI 的系统它是为了系统本身而建立，目的是帮助自己按照某些前后一致的原则去理解和分析事物。重要的是在自己这里前后一致，不需要响应客观世界，所以会说是一个主观的内在框架。而 TE 的系统为了促成客观的成果而建立，所以说在 TE 的有序系统里，我们会说一切事物都有自己该在的适当的位置。举个例子，举一个 TI 系统的例子，我用自己的手臂去当做测量距离的工具，并且以此构建了一套理解长度的框架，这就是一个主观的框架嘛，因为我的手臂并不能够适用于别人的手臂。虽然这个和外界不通用，但是我自己可以根据这个对事物形成长短的概念，并且去分类它们。比如说，我还可以用它来解决问题。我知道说这个柜子的宽度它是5个手臂，那我的门只有4个手臂宽，那这个柜子进不去门。那什么叫做专注于任务完成的方式呢？这里强调的是方式。这里和专注于任务的完成结果相对应。为什么 TI 会更关注方式，也就是 how the task is done， 任务是怎样被完成的？因为 TI 是让自己建立的内部框架来指导决策的，这意味着每一步的决策都是在把内部的框架搬到外面来，把内部的理解付诸于外界，或者要根据外界的信息来调整内部的理解，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确保内部框架的良好构建，它是首要的目的，而外部任务的达成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一定要知道，这里的所谓的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去问一个 TI 的偏好者说你在不在乎任务成功失败，他说我不在乎，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成功失败无所谓，而是说当我们投身于 TI 这个认知过程时，我们的注意力不会太流向任务的结果，而是会更专注于过程上。我们来看一下 Linda 和 Dario 是怎么描述 TI 的，因为 Linda 本身她就是 INTP， 所以这个描述会很有趣。内倾思维通常涉及寻找恰当的词语来清晰明确恰到好处地表达一个观点。应用内倾思维就像是拥有一种内在的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感觉，注意到使其成为该物的微妙差别，然后对其进行命名。它还涉及一种内在的推理过程，即从类别中派生出子类别，从一般原则中派生出子原则，这些便可以用于解决问题、进行分析，乃至去完善一个思想成果或一个想法。这种认知过程在行为上体现在将事物或想法拆解，以弄清楚它们的工作原理。这种分析会去查看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发现其中的不一致性。
通过这样做，我们寻找一个杠杆点，以最少的努力或对系统的损害来解决问题。当我们注意到论点和框架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时，我们会投身于这个内倾思维的过程，利用一个模型来评估所观察到的论点的准确性可能有多高。什么叫做恰到好处的表达一个观点呢？就是说这个观点它是不是准确的表达出了这个观点要表达的意思。这是一种内部的精确性，它不仅仅要求这个观点不要遗漏本身的意思，也需要这个观点不要超出本身的意思，带有一定的自我设限。而后面提到的说 TI 会注意到东西使其成为该物的微妙差别，也就是说让一个事物是这个事物而不是其他事物的核心比如同样是木头的组合，是什么让桌子被命名为桌子而椅子被命名为椅子，这个跟后面的杠杆点是很相关的。就是说我们可能稍微做一点改动就可以让这个桌子变成了椅子，那这个改动的这一点就是所谓的杠杆点，后面我们会再解释。那什么叫做从类别中派生出子类别呢？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就是一直到你无法去派生出新的子类别为止。它就是把事情不断的进行更细致的分类，而且是有逻辑的分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精确的去界定事物。比如交通工具分为陆路交通、水路交通、空中交通，陆路交通又分为大型、中型、小型，然后大型陆路交通又分为客运、货运等等等等。于是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对话，那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交通工具。什么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种类有很多，你说的是哪一种？那这里的杠杆点前面有提到过一点，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意思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有一个或几个小的支点，然后它是解决了整个大的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就像你用杠杆撬动地球一样。那这种分类是如何解决问题并且寻找杠杆点的呢？比如买衣服，你遇到了损坏，那这是哪种类别的损坏呢？是人为的还是非人为的？那既然是非人为的这个类别，那这个子类别是可以避免的还是不可避免的呢？既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子类别，那它的子类别是影响使用还是不影响使用的呢？最后我们按照非人为、不可避免、不影响使用的这个类别，最后去命名界定这件事情。那么我对问题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就有一个很精准的定义了？那这个就是杠杆点的一个源头。那为什么找到了这个杠杆点就可以用最少的努力和对系统的损害来解决问题呢？当你找到了问题中各个方面最精确的一个界定的时候，就好像你已经知道了机器中到底出错的是其中的哪个齿轮，那仅仅替换掉这个齿轮，是不是就是你付出了最少的努力，也是对机器的影响是最小的？用上面的衣服的例子来说，如果你按照非人为、不可避免、不影响使用的损坏的这个界定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会付出的肯定是比你按照一个很大的损坏去处理的精力要付出的精力来的少很多，而且更容易得到解决，因为你提出的是很合理的在你的范围内的诉求。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种方法确实它可以让你用出最少的精力、最少的努力，也对整个系统的损害最小，但它不总是带来最大的收益，或者并不总是有最高的效率的。因为你机器坏了，我可以立刻打电话叫个新机器去买个新机器，比起我去研究它、拆卸组装、去购买特定型号的零件来的更有效率。而衣服损坏了，对吧？我拨打消费者投诉热线，或者搬出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法规，也许可以带来更大的赔偿、更大的收益。尽管如果我们因为就是这种不可避免、非人为又不影响使用的损坏去做这些事情，似乎不是很符合赔偿的体系当然，这里我们不讨论道德，例子只是为了帮助理解普通的 TI 它的这种杠杆点到底是指什么。如果是一个一开始你就带有恶意的人，然后你也可以用 TI， 对吧？只是说你自然会找到相应的能够满足你自己恶意索赔动机的一个分类和界定方式。那最后这里提到的论点和框架之间的逻辑不一致，
这里的论点不是指嘴上说出来的论点，也包括实际观察中发现的一些结论。这段的意思是，你发现了一些论点或者结论和自己的理解框架有不符合，然后你就会去针对这个论点和结论，你去建立一个模型，以此来评估到底这个论点和结论是不是准确的。如果准确，往往意味着你需要修正自己的理解框架。说通俗点啊，就是问自己，这到底合理吗？这合理的话，合理在哪里呢？能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如果能，那为什么我之前觉得不合理呢？我之前的理解到底错在哪？值得一提的是， TI 为之建立的模型往往都是在内部的，除非刻意去表达或者做可视化，否则一般都是发生在里面的一个思维过程。什么叫做为之建立模型呢？比如说你的孩子考试成绩突然降低了，那你就会把所有可能会影响他成绩的因素构建起一整套的一个彼此关联、互相之间有因果关系的一个模型，然后把孩子放到这里，然后去看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那与这种模型相对的，可能是你不去找到底哪个地方是它精准的问题。你可能知道你成绩下降了，那最直观能带来你成绩上升的是什么？找补课老师多学，可能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就不是你在通过建立一个模型在解决它。不排除你建立模型之后得出的结论和这个方案一样，但一个是直接从结果出发，一个是你建立模型之后去理解所有里面的原理。